呢，这边最主要是数学系跟理学院班的。那我要在这边先跟大家聊一下数学，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就是说跟各位同学在开学的时候先聊一下，免得到时候呢你不太清楚呢，没有抓住那个方向的时候，我觉得事后再来跟我讨论，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OK， 而且那个时候你会来找我的时候，一般来讲，应该都是期中、期末之后了，所以那时候为时已晚。所以我先跟各位同学聊一下那个数学，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OK， 那理学院班不用讲，那是你的选择 ，OK，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如果你是数学系呢，那你进来这个地方呢，有很多个因素，有的是因为不小心考上的，有的是因为你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呢，我要这边跟各位讲的是，现在大学呢已经不是求学的最后一个阶段，不像说是你们父母那个时候。那他大学毕业大致上就进入职场，现在大致上都已经不是了。大学毕业之后呢，绝大多数人是继续升学往硕士走，或者是往博士走。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你之后还会有2到6年。所以大学这个阶段已经不是你念书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呢，进南路子它只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你大可不需要呢，说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就直接去念我自己想要念的科系 ，OK？ 因为你往后还有2到6年。那如果说你已经看过我跟你先给你的那个人才培育的那个东西，你就可以发现现在你出社会的时候，你到企业界，人家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所以现在呢，这个大学的这个中转站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OK， 你一定要做一些改变。如果你以之前同样的方式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企业间所说的这些人。OK， 所以如何跟人家不一样，那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大学这个阶段。OK，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我不记得是4成还是6成。他们问企业界，当然问很多人，不会只问一家公司。这种 data 不止以那个反正现在很多都念硕士了，所以真才呢，硕士也一大堆，大学也一大堆。人家就问他说：“那你觉得用硕士跟用大学有没有什么差别？”答案是6成的企业界说没差别。所以换句话说呢 ，OK， 你大学怎么样？然后呢？你到了硕士的时候，你继续这样。我看呢，在隔3年之后呢，大家要去念硕士了。然后这时候你再去问企业界呢，企业界那时候问的问题就是不是问大学生了？你觉得用硕士生跟用博士生有什么差别呢 ？OK， 所以意思是说 ，OK， 大学已经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原因是如果你大学继续要往下走，变成那时候之前人家是说大学生不行，那现在人家说硕士生不行。然后呢，那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去念硕士了，然后再来呢，很多人念硕士，就很多人念博士 ，OK， 所以呢，这个之间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要做出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否则呢 ，OK， 你继续一直走下去，反而呢，这个阶段不管你走多远，最后的人家对你的评论都是一样，那你往后的那些年都是浪费。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大学这个阶段，其实在你们这个时代里变得非常重要。它的重要在于你必须要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阶段里头呢，提升你自己的能力。OK， 那原因是因为高中之前的知识跟大学的知识有很大的差异，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谈。OK， 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OK， 但是 anyway， 我这边要讲的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然后这个中转站最主要是用在提升你的能力。如果呢你在这个大学里头不知道如何去提升你自己的能力，继续往下走 ，OK， 人家对你的评价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OK。但是呢，我必须说呢，你如果看过这个资料，事实上是这样，这个时代是你的时代。怎么说呢？你反过来看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说台湾没有人才，那你呢？原因是因为没有能力 ，OK， 所以呢，你上完大学不保证你有能力，除非你自己让你自己有能力。事实证明是上完大学不会让你有能力，
然后最新的报告出来呢，大学生跟硕士生没两样。那意思是说呢，你去上硕士，你考上硕士也不会让你有能力，这个教育没有办法让你有能力，是你自己从这个教育里头去让你找到一个有能力的地方。所以到底要怎么样使自己有能力，才是使得你凸显出来。既然大家都说台湾没有人才，那今天很容易啦，你只要有一点点能力，那你就是这群人的尖端人员了。不像我们那个时代，大家都很厉害。你呢？你要变得很厉害呢 ？OK， 那你得很大的努力，因为大家都很厉害。那你要凸显，你必须花尽很大的功夫，才能稍微的比这些厉害的人里头多出一点点，人家才看得到你。现在是大家都不行，你只要好一点，所有关爱的眼光都到你这边去了。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你的时代。如果你会把握机会的话 ，OK， 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你比较漂亮，也不是你比较帅，是你比他有能力。OK， 而且只要有一点点你就厉害。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渴望那种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好吧，这个是你的时代，你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条件是你只要比人家有一点点能力 ，OK， 你就可以凸显。那如果你比别人家有更多的能力，那最好的缺，最省力的那个非你莫属。我只会在这个时候跟你谈你要怎样去念书。之后呢，我基本上不会再花时间来跟你谈。这个是为了避免你走错路。今天这门课是我个人认为是所有这一年里头最重要的1个小时。OK， 因为这影响到你如何来听我课的原因，因为你会发现我所作所为是为你，不是为我。OK， 所以我为的是提升你的能力，所以你的努力在将来一定会得到一些效果，尤其是你希望你将来只要简单做，哇，我薪水很高，用都用不完，还是说你要很辛苦的去做，就为了那2万块？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这个大学4年里头，你必须要。玩当然一定要玩 ，OK， 念书本来就不是很辛苦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是我跟你讲，事实是如此，是你会不会念，然后我教你念，我教你怎么样念，也就是说，怎么样让你的能力提升，使得念书变得容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为什么你能够比别人轻松 ，OK， 原因是你会，就是你就是会有，就是你就是有那个能力，很容易同样听一遍你听懂了，别人听不懂要讲3次。这个就是那个差异在于就是那个诀窍。所以 anyway， 我觉得呢，如果你要问我这门课的价值，我会跟你讲，就是今天这一堂课的这1个小时，因为它会改变人他在整个大学的走向。你会玩 ，OK， 但是呢，有些东西你不会放掉，你不会玩到呢不知道你在干嘛 ，OK。然后呢，当你发现呢不对头，这个社会对我不友善的时候呢，你发现我也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因为如果是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台湾的企业间对台湾的评语不会是这样，所以显然很多人就是跟着这个体系走，最后人家给你的评论是没有人才。哇，天哪，这是什么一回事啊？我这么努力的念书，从小念到大，最后呢到工作上找不到工作，因为人家说你不是人才，这是什么笑话？我觉得人生最可悲的地方不过就是如此。Anyway， 所以呢。首先呢，数学呢，它就一个中转站，它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原因是呢，各位同学听过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叫数学建模，这是我给你的另外一份资料。那数学建模呢，这个是现在相当流行的。如果你是一个新闻灵通人士的话 ，OK， 数学建模你在很多地方看到。那什么叫数学建模呢？事实上，我这些东西都从网络上找到的。OK， 当然第一段的那个东西是出自于一个《自由时报》的某一个那个人写的中间的一段，他讨论台湾的奥林匹亚 ，OK。在数学建模上这个地方呢 ，OK， 完全都没有参与 ，OK。然后呢，你说其他的部分有很多的好成绩，他说这是一个其实蛮值得让人忧虑的地方 ，OK。那他说什么叫数学建模？
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看一下，我本来是想用讲的，但是眼睛看到比用讲的那个印象深刻。所以数学建模呢 ，OK， 它的英文是 mathematical modeling。OK， 这个东西你在 Google 一下，这个有 L 或没有 L， 事实上都可以，都有人用。你一 key 下去，保证你资料看都看不完。也就是说，它相当的 hard。OK， 那这个地方呢，他说呢，数学建模是把一般口语就是我们嘴巴所用的话。OK， 转换成数学语言，所以我们生活里头谁不是在用一般口语在做东西呢？现在它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数学建模就是把我们口头上所用的语言转换成数学语言。然后为什么你要转换成数学语言呢？它后面讲的，因为呢，你可以利用数学语言去推导。OK， 因为数学干嘛？数学就是要用就是可以帮你推导出一些东西。只要你把它，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式子，你可以对它做微分、做积分、做怎么样，点点等。总而言之呢，只要你把它变成数学，它就可以用数学自己本身具有的工具去做推导。然后推导的结果呢是，那这个推导是逻辑性的推导。OK， 然后这个推导的是，所以后面继续讲。OK， 为什么可以推导？是因为数学可以做运算。OK， 推导出用一般口语无法推导出来的深层见解。那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没看到我在讲的是，我把口语换成数学，然后我用数学上的运算方式去做一些推导，点点点，我得到一个数学的结果。然后这个结果显然就不是因为口语推导出来，这是逻辑推导出来的。所以就是解释了他说他推导出用一般口语无法推导出来的那个结果，所以那个结果它叫深层见解 insight， 也就是语言上没有办法表达的。然后呢，我们从数学得到一个结果之后，就后来他下句话再继续讲，再用数学语言再把呢数学语言所推导出来的这个深层见解，也就是说数学得到了这个结果，我们再把它换成一般的口语 ，OK， 对照到日常生活里头它的现象，所以这就是它换成一般口语的工作。那我们就得到了那个在生活里头对应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他这边所讲的。然后，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 process 就是我把口语换成数学，然后在这边用数学做一些工作，得到了结果，把这个结果再换为口语来 ，OK， 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呢，我的结果是从口语的东西得到口语的结果，中间的过程是透过数学。好，那这就是后面它的分号。所以一般口语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原因是一般口语看不到这个经由数学建模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后来所讲的这个结论就是一般口语所看不到的 ，OK， 经过数学建模的工作，也就是这些逻辑推导可以看到。后来就是他讲的，发现我的中文不是非常的好，也就是他得到了一般口语所 ，OK，anyway， 这你懂了吧？这句话 ，OK， 所以数学的价值也就在这里。OK， 所以数学后来它那个下面那个这个就是所谓的数学建模。然后数学建模呢，是让它后来呢，它再综合一下，就是说，就是它的下一句，也就是下一段，数学建模呢，事实上是检查口语的推理是否深刻、是否完备的一个重要工作。所以换句话说，口语看不到的，我们可以用数学建模去得到那个结果，变成我们也看得到。OK， 所以这是这个东西。那你看呢？所以它就是一个，就是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看，我举的，我在网上就帮您找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既然是口语，生活里头不会缺乏口语，所以口语能够处理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数学建模它几乎在处理生活里头的各种问题。OK， 前提是如果你有那个能力把口语数学化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把这套系统用在生活里头的任何东西。所以口语如何数学化，这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整个数学建模它最主要的精神。所以口语如何数学化 ，OK， 这个就是数学本身的
OK， 口语什么样的数学化，就是数学本身它最 powerful 的一个地方。OK， 这个口语数学化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词句。OK， 过去可能你用的词句不是这个词句，大家听过数学是科学之母，对吧？为什么如此？因为它就是口语化之后的转到科学里头的语言，所以呢，它就数学语言就是科学的语言，所以所有科学都是用数学的语言来承担的。OK， 不管那你说是吗？好吧，你哪一天有兴趣去翻翻电机系的课本，你会看到里头也是数学。OK， 如果你去看看其他科学，你会发现呢 ，OK， 公数里头也是在讲数学，原因就是他这边讲的，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把口语数学化。我们的东西本来就是在讲话，讲话到最后呢，不管是电机系也好，什么沟通本来就是用话在沟通，可是后来写下来的一定都是写成数学，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数学是科学之母的原因，是它充当了科学里头的沟通的语言。OK， 所以它记载所有科学后来的成果都是用数学，因为它是一个语言，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沟通的工具，没有这个数学的语言，它的结果无法呈现。OK， 所以呢，数学的语言它可以呢横跨呢所有语言上的障碍。今天不管你是日本人，今天不管你是韩国人，今天不管你是美国人，他不会因为你讲什么话而不懂，只要你写出数学，他就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它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举最简单的例子 ，F 等于 ma， 是吗？我没有背错。今天写这个式子给日本人看，他看得懂看不懂你在讲什么？如果你没学过，当然就不管。OK， 那当我们不假设这个东西，大家如果都懂 F 等于 ma 的时候 ，OK， 而且今天是一个高教育普及的地方，你写给韩国人看，你写给美国人看 ，OK， 你写看，你可以发现这个式子 ，OK， 我不用语言来解释，你自动从这个式子里就知道我想讲什么。OK， 这就是数学。你说这是物理，抱歉，物理也是用数学当工具的。它的描述手法也是数学 ，OK， 只不过这个数学解释的是物理的现象。同样道理，如果都是念电机系，它写出来的式子也是数学，可是它描述的是电机的现象 ，OK。所以各位同学，今天就算你是莫名其妙 ，OK， 很痛苦的不小心考进这个数学系，我告诉你 ，OK， 不用担心你没有出路，你将来也不需要走数学，你把数学当成中转站，然后呢，你跳行到研究所的时候，你换成另外一个科目，我保证你前途大放光明。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例子。OK， 数学建模，你看现在人家在做什么？第一个例子 ，OK， 如果你有高中同学，如果你们刚上来，如果你有注意到有这个活动，对吧？全民减碳、全民节省减碳数学建模竞赛公告，大家懂什么叫做全民减碳？现在呢，我们要用一个数学模式来做全民减碳，这就是我所举的例子。当然你怎么做我不管，我只告诉你 ，OK， 数学可以去做，人家要用数学来研究全民减碳。OK， 这什么？这个绝对你高中之前想象不到，什么玩意儿？数学跟全民减碳有关系？你在讲什么 ？OK， 我必须说哈，大学的数学跟高中的数学绝对不一样。如果大学的数学是高中的数学，那这个题目你绝对不可能发生。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你知道吗？大家不是，尤其是女生，现在男生也非常流行减肥，如何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瘦 ？Slim 是瘦 ，OK， 够生活化的问题吧，的课题吧，谁不关心这个问题 ？OK， 现在人家在做什么？这个显然是美国人在做，因为他用的是英文，他要找一个瘦身的数学模式，研究如何瘦身最有效。OK， 瘦身这个话题，我相信在历史上不少被研究了多少，现在。OK， 最后竟然要用到数学来研究它，你可以知道数学建模有多 hard。但数学建模的最主要精神是要用数学的推理。OK， 它用的是数学的推理，所以数学到底是什么？它最 powerful 的地方是它能推导，推导是它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它是一个 universal 的语言，它是一个科学的语言，也就是说基本上口语数学化是没问题，只是你懂不懂如何口语数学化。OK， 但它基本上能做到口语数学化，也就是为什么它在所有科学里头，人家说它是科学的母亲，没有它没有科学，原因是它充当的就是那个语言的问题，没有那个语言，科学无法沟通，科学无法进展
OK，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东西，跟你想象中的数学不太一样，是它的精神，它的这个口语数学化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将来。所以你今天如果不喜欢数学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学会口语数学化，哇，那你不怕找不到事做。OK，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刚才什么叫数学建模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就是需要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一段就是口语数学化，然后数学呢，你只要会推导就行了。所以谁在做数学？你看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数学，但是他们都在做数学。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OK， 他说，当你如果被这个是应该是跟游戏软体有关的 ，OK， 那个僵尸攻击之下 ，OK， 你还能够存活的几率的存活的状况，所以他要研究一个数学 model， 我觉得这一个是跟软体有关的，他要研究跟大家在玩那个什么软体，然后也受到僵尸攻击，到底呢？你是会死还是会干嘛 ？OK， 总而言之，后来太多人在玩这个软体，后来产生了这个问题，好吧？用个数学来做吧。所以呢，那个僵尸上传模型就是也有这个话题，这当然我这个都是网络上人家的结果抄出来，我只是炒它的标题而已。至于怎么做，你不要问我 ，OK， 这是人家在研究的课题，所以你看数学模式在用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数学 ，definitely 没有问题。你喜欢玩电动，这个就是你可以做；你喜欢瘦身，那个可以做。OK， 还有一个刚刚是什么？节能减碳，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环保，那个可以做。OK， 数学用得上。第四个是那个。更可笑的是这个是一个 video，OK， 它不只是一篇文章，它还照着在一个 YouTube 里头的一个讲述这个主题的这个 Paul Pratt，OK， 他呢为那个爱 ，OK， 他创造他想出了一个数学 model， 他用这个数学建模呢来看这个爱，分析爱 ，OK。爱是大家常用的一个问题，现在人家也去搞了一个数学模式来解释研究这个爱 ，OK。然后呢，这个第五个是呢，不只是爱啦，还有呢 relationship，OK， 关系啊，朋友之间的关系啊，什么时候你们感情会生变啊？朋友之间什么时候会吵架啊？关系很深 ，OK， 所以关系呢 relationship，love 当然是一种，爱是一种，关系是一种 ，OK， 好吧，关系有人探讨，而且也找到对应的 model。的那个数学建模去 ，OK，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还真的是一门课 ，taught by 这个人 ，OK， 人家这个在数学建模之流行到这种程度 ，OK， 几乎所有只怕你想不到 ，OK， 不怕你做不到 ，OK， 然后呢，还有呢，当然是大脑的，第六个例子是讲大脑的数学建模 ，OK。这个我们大家再想想，不用每个讲，我只是然后第七个是什么时候一个塔会垮下来的建模 ，OK？ 那这个因为美国有很多，因为国外有很多塔 ，OK？ 这个塔那个塔 ，OK？ 他们城堡也有一个塔，然后那个教堂也有一个塔 ，OK？ 这台湾当然没有那么多塔，你干嘛要研究塔？因为这个是他们国外到处都有塔。所以那个建筑呢都很老旧 ，OK， 到时候什么时候塔会掉下来，这个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生活常常会碰到塔 ，OK， 所以这个塔呢 ，OK， 什么时候会崩溃呢？会毁坏？他也找了一个数学建模，这个是因为他们时空背景不一样所造成的。那7跟8是一样，不小心被我弄下来的。好，有一个更可笑的是 ，OK， 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想要去检验它是我对。之前最疯狂的一个话题是世界杯足球 ，OK。然后这边说呢，在之前呢，人家就用复杂的数学模型预测出西班牙即将赢得世界杯，好吧？信与不信你自己决定。所以在那个结果之前，人家就已经预测出西班牙会那用的就是数学建模。当然他说呢，复杂的数学建模，然后他预测出西班牙即将赢得世界杯。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西班牙真的赢得世界杯，对吧？好吧，这个是因为，好吧，我要说什么？几乎你所关心的话题都有人在做数学建模。OK， 那第10个当然你知道了，数学建模在生物上，比如说他想要了解骨头缺血性的肿瘤生长
OK，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所以他们有建构出一个数学建模。OK，anyway，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要跟你讲的。那这个数学建模呢，其实时间不是很够，我只是告诉你，它真的很重要。然后它 touch 到的主题呢，超过你能想象的。OK， 可是非常生活化。OK， 那当然呢，不要那么生活化的有没有？这张当着你自己拿回去看。OK， 我没有办法在那个 OK， 但是数学建模最主要它的一个翻过来，什么是数学建模？它的最主要的方法，其实它就是在模拟生活里头的东西，然后把它转成一个数学的东西，然后得到数学的结果。那你得到那个结果是在干嘛？也就是其实它就是用来预测未来的行为。这个行为是跟你日常生活中，如果你的话题是爱，那它就是在预测爱，你这个爱它到后来会怎么样？如果是那如果是 relationship 到最后会怎么样？如果是世界杯最后是谁赢了 ？OK， 当然还有一个主题是研究赌博的 ，OK， 那当然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有兴趣，你自己网络上随便听一个，你看它有多少种东西，但是它最主要一个功能就是在模仿现实生活，然后透过数学方式得到预测未来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他后来那句话。当然，他那个东西我没有讲得很清楚。那谁在研究这个？当然，这个底下是这个人在这个大学里做这个事情。好，那数学建模呢？所以后面他这都是就是抽出来的，你大致上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是描述现实世界的现象，然后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然后测试你的思路，然后最后呢实现现实世界的预测。然后现实世界是什么？就是这个文章的第2页最后一段。现实世界指的是这么多，最后竹繁什么不及备带点现实世界指的就是工程、物理、生物。生理、生态、野生动物、管学、化学、运动学、经济学、运动点。OK， 好吧。如果今天呢，你数学系毕业不想做数学，没问题。OK， 硕士几乎呢，你想要念哪个硕士都行，因为你的那个训练可以让你很快的进入，你可以考虑这些东西，包含呢我前面的1到10个例子，基本上是不是那么学术，非常生活化的。OK， 瘦身减肥也跟数学有关，有没有搞错啊 ？OK，anyway， 他们在做的 ，OK， 我不知道。总而言之，这个资料你自己带回去看一下。所以呢，所以整个呢，数学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描述的语言。所以如果说呢，我现在就要跟你讲，所以不管你将来走不走数学，你数学好。你有很多的选择性，好吧？那你的优势胜于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 field 现在反而是要找数学建模来做他们的 field，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有很大的优势，也就是我只是要说服你 ，OK， 跟你说，如果你把大学当成是你人生生涯里头的一个中转站，数学再好不过了，它最有发展的潜力 ，OK。然后呢，如果你把大学当成一个中转站，在这个大学里，这个4年里，好好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OK， 在当今的台湾的社会教育体制之下，你出人头地绝非梦想，非常容易，因为大家都不行，好一点就够了 ，OK。如果你呢不以好一点为期望 ，OK， 你好很多，那我告诉你，今天不止台湾要你，大陆也要你，反正现在是世界村了，只要你行 ，OK， 全世界你都可以去，不像你只能在台湾做。那个取决于你自己有多大的野心，但是呢，过一个舒适的生活绝对不是问题，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OK， 那什么样的能力呢？这就是牵涉到这个地方来了。什么样的能力呢？首先呢，第一个，这个怎么样的能力取决于你知不知道大学跟高中的差异在哪里。然后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出社会前的准备，那当然这是这样讲，是因为过去是大学之后就出社会了，现在大学之后你还要念硕士，还要念博士，就是你真正喜欢的部分 ，OK， 最后你还是要出社会。好，那学习反正现在讲究终身学习，学习不完，怎么样学习是重要 ，OK， 它的最基本就在大学。好，所以大学那大学该学怎么样？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学一个新的东西？反正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每个人的起步完全一样。所以之前不管你高中好不好，你的数学好不好，我告诉你，在这一课全部拉平了，因为呢要求不一样。
我说个明给你听，怎么说呢？其实这堂课最难上，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要在这刹那讲给你听，然后呢，本身还有跟你的生活经验有关。首先呢，高中之前的那些东西只能叫基本知识。它称不上，它不会让你出人头地，它不会让你跟别人不一样，也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人家只说你很可笑，它就是一个基本知识。OK， 但是这个基本知识跟我们后来要研究的科学是不太一样，它只是一个基本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可是称不上是深奥的。好，所以他强调，所以他在测试上，你看他的考试取决于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他要的是一个结果。法国的首都在哪里？这是一个知识，就是答案，对吧？然后呢，我不用再举太多例子，其实倾向于答案。好，那一个 equation 它有几个解？它有几个实根 ？OK， 这是个答案。随便给你 equation 是要给一个人，然后呢 ，sin 呢它怎么样？哎，那个我真的搞不懂，那个同学又睡着，那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开始讲大学跟高中有什么不一样，事情你学习上你应该注意的地方，你没听到，到时候你又用高中的学习方式来学，那你在一开始就已经把自己打败了。那所以你要我说什么呢 ？OK， 前面那个只是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不小心进来念数学，我告诉你不要太难过 ，OK， 你的前途光明。原因大学本来就是一个中转站，你将来念不念什么，跟你现在是不是念数学没关系。OK， 所以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提升自己的能力。OK， 你到硕士的时候再去走你要走的路。OK， 搞不好真的会比你大学就去走你喜欢走的路还好。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在这个中转站的过程中是真的，这个我们见识太多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急，先把这个当成是投资自己的。OK， 那个讲完了，现在我要讲数学了。高中之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题材都是在倾向于问你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它有多少个，巴黎的首都是什么，都是那一种东西，这个叫知识的基本知识。这个东西到了大学之后用不上了。OK， 你不知道人家说你有一点点什么东西 ，OK， 你知道人家也不会称赞你。那当然，可是我考试考得很好啊 ，OK， 那是在那个阶段相对比较的。可是，在人生的阶段里，他真的不怎么样 ，OK， 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你后面混不下去 ，OK， 但也不会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你后面就混得下去，不可能的。那不会有人找不到工作，不是吗？所以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基本知识，就算你今天吃饱了没，早饭你吃了没，就是一个生活必需品。OK， 他不会图你凸显的。OK， 那到了，所以他问的是你知不知道，所以有个答案，他问的是答案。大学之后，他追求的不是这个东西，因为他是为了将来，不管是你要不要即刻出社会，你呢？就算你将来，我下一次要念硕士，我硕士念完是念博士，念完博士你还是要出社会，所以最后阶段都是要出社会 ，OK？ 所以最后阶段就是跨眼在社会，我们来问问社会需要什么。然后大学事实上它就是为了要接轨社会，你不要把社会看成那么讲，社会里头有做研发的，有做什么什么的，所以社会需要很多的人才，研发的人才 ，OK， 控管的人才，各方面的人才。所以呢，在大学里追求的不只是这门课，你可以看几乎所有的科目都是一样。你不要看电机系，他们也是这样，追求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的能力。好，这是高中，这是大学，所以你看两个方向差多少 ？OK， 他在学习上，他要求的本来就不一样。如果你不知道，你还用这一套OK， 来考试来准备题材，那你根本已经文不对题了，你本来就会非常辛苦。OK， 是解决，因为一开始就已经知道是不一样，解决问题的能力或方法。OK， 那方法是由能力想出来，但是他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大学里追求的。所以他问的是你告诉我怎么做。我举例说明。
大学其实是相当生活化，跟你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就它的倾向，它的研究倾向是跟社会层面、跟生活里层面是一样的。我举生活里头的问题来说，好吧，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富翁，都希望发大财。OK， 都希望有钱。好，谁不知道有钱有多好？我相信很多人就说，哎，我希望将来我有钱。如果要你，然后请问你有多少个愿望？可能将来有钱会是其中的一个。好，谁不知道将来要有钱？这不是我的答案吗？问题在哪里？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不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希望我将来有钱，这是已经是答案了。你还要告诉我答案吗？我本来就知道答案，所以你知道答案 ，so what？ 我本来就知道了，还要你来告诉我希望有钱吗？你去问绝大多数人都会，如果给你三个愿望 ，OK， 其中一个是希望有钱，那问题在哪里？各位同学，你说如何有钱？你的措辞是如何，看到没？有钱是答案，目标如何有钱？这是大家都在，所以你看坊间里有多少个如何让自己致富，如何在股票里干嘛，如何怎么样，对吧？如何那个什么，如何储蓄，然后再从跟钱有关，都是如何。方法，你告诉我致富的方法，你告诉我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吧。OK， 我还要你给我答案，我知道我要什么啊。所以呢，好，举例说明个人，比如说我们举例说，每个人可能现在的人对发型非常挑剔，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会希望拥有怎么样的发型，是吧？怎么样的发型你已经知道，请问我知道我要有这个发型，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我不知道怎么解。OK， 说我知道答案，我要这个，可是我自己做不到，那你怎么办？我到理发店去请他帮我剪啊，我雇他来达到我这个发型的目标啊。听懂我在讲什么？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所以呢，你就花钱去请人来帮你达到这个，所以我知道我要这个发型，问题是没有用啊。你知道这个答案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呀。所以你就是请别人来帮你达成，这个理发店的这个老板就变成是你花钱请他帮你达到啊。就讲衣服，很多人可能对穿衣服他有他个人的喜好，他希望穿怎么样的衣服，同理 ，OK， 你希望穿这样衣服，你做不出来呀。OK， 那要不然你就是拼命去逛百货公司，或者是逛什么看需要能找到你要的 ，OK， 你想办法去买，或者是说你请人家帮你定做干嘛 ，OK， 这个就是个人生活里头。谁不知道答案？可是知道答案不会改善我生活的困境，我生活的问题呀。OK， 问题在如何？懂我在讲什么？所以答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是一样的，我只会不知道答案，还要你来告诉我答案呢？那高中之前的训练那是没办法，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在这个社会跟人家沟通啊，这是基本知识啊。OK， 你不能说不会爬就要走啊，这是做不到啊。可是这个东西跟后来你真的出社会，你生活里面临到问题，其实是不太有绝大多数相关。相关是如何？还有举一个公司，你比如说我们举公司进来，好，公司呢有各式各家公司，你有卖的是什么手机的公司，你有做的是玩具的公司，你有的是卖衣服的公司。OK， 但是如果你撇开它的细腻程度，基本上你去问公司老板，你想要怎么样？他一定会跟你讲，我希望我明年的营业额能够增加30%。OK， 我希望我这公司的那个营业越来越大，大家都能好。这是你问他，他一定会跟你讲，他知道他公司要怎么走。我当然知道啊，要不然就是我希望懂我在讲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这公司希望怎么样，我当然是希望它越做越大越好，好吧？问题来了，我这个希望我自己达成不了，所以我怎么办呢？他就去聘人来帮他工作，所以他的员工呢就要想办法帮他写出企业化。你给我写一个企业化，让我这个公司的营收能够保证在明年什么干嘛成长多。所以呢，员工就变成是来帮老板达到他所想要做目的，所以你是来帮他解决问题。所以你要告诉我怎么样做，我这个公司的营业能够成长。懂我在讲的？他不是请你来跟你讲，老板你明年要成长30%啊。他要的是你帮他解决问题，
所以大学里头呢，它追求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训练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就进入到我课程的题材里头了。还有研究，比如说你像那个医学都在研究肿瘤如何消灭。问题我不是不知道问题啊，问题是怎么样的药对这个肿瘤有帮助啊 ？OK， 都是知道问题的。你要去问他不知道他的问题，那还真是你找不到一个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如何解决方法，你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法吧。好，所以呢，这个不是我这一科，这是大学共有的。那这个东西的就是出社会的准备，因为出社会本来就是在解决问题的，他不是不知道他的答案，因为社会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具备有的。好，回到我这个地方来，那如何解决问题呢？这个是数学专有的一个，每个系都在解决问题，它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数学呢，它专门解决的就是它专门着重就是解决问题，然后它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它的东西跟生活里头是不一样。不过这也就是说明，如果呢你对离开生活很远的东西能够解决，那现实的问题现实生活里头的问题，那我们没有什么解决不了，因为太简单了。就像你高中看国中的数学，你觉得哇怎么那么的简单？因为那个是你接触难的，再回到简单当然就是一样。所以 anyway， 这也是会告诉你，都是追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处理的问题不一样，只是数学处理的东西跟生活比较不相关。OK， 所以呢，如果你会，那你真的是会思考。OK， 所以当你把它具现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那个东西真的简单。好了，你不要说我，你就有机会你去问问那个学长们，2年级学长、3年级学长，那时候他们必修课修的差不多了，他们开始在往他们博士考了，所以数学系后来的考的方式留下数学本身其实反而少。OK， 他们走向真的非常广，有走财经，有走经济，有走公共的，有走电机，也走资讯的。你不要说每年考上电机系的真的有好几个，考上电机、考上资讯的也有好几个。虽然你现在大学可能考不上，没有人说你研究所考不上。总而言之，他们都有考上。然后呢，电机还分很多，反正总而言之，工程，然后电脑方面更不用讲，它的走向真的很广。当做老师的有 ，OK， 然后呢，到证券公司去做的也有 ，OK， 然后走精算的也有，总之一大类。统计当然也是一行 ，OK， 你要现在生物医学也有人走，我就知道有同学后来研究所到阳明去念了，我自己认识的学生，所以 anyway，OK。好，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我现在要讲的是这堂课本来就这个小子特别难讲，原因是它太多了。原因是呢，所以2、3年级大部分的数学系的学生都可以开始去找他真正喜欢的数学，非常喜欢，他只是不小心考进来。后来还有一个是喜欢的进来之后，发现他原本想的数学跟现实的数学是不一样，所以后来发现数学不是他想的，所以后来他发现那不是他要的，所以后来所以他会开始找他的第二个兴趣 ，OK， 或他真正的兴趣，所以他们可能会去跟电机系修，可能会去跟资讯系修，可能会去跟经济系修，为了他将来的走向。然后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在数学系的成绩真的很烂，可是他们到外面去，他们的成绩都很高。那一些当初考上电机的，考上那个资讯的，成绩都不如他们。然后呢，他们发现他在数学系念的之辛苦，然后他去跟经济系的修，他发现根本上课就听懂了，回家也不要怎么念，好吧？这就是不相信你去问你们的学长们，问他们有没有这个现象，这说明了什么？你从难的地方跑到简单的地方，什么叫简单？当初电机系的分数这么高，数学系的分数这么低，你怎么说人家的叫做简单？事实证明 ，OK， 数学本来就是所有大学里最难念的一个科目。今天你能够从这个系毕业，你还怕你其他科目念不完吗？虽然它的分数不是那么的，不是全部最 top 的，但是数学系不是只有在这个学校，是所有学校，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觉得数学啊怎么会这样？数学系是所有大学里头科目最难念的一个科系，它最难毕业。OK，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数学系的学生毕业的走向最广。OK， 将来优秀的也很多。OK， 取决于你怎么样去看数学。
OK， 你这个东西在你往后大学4年的时候，你慢慢去验证我今天讲的到底是不是真话。所以今天这个小时，我可以觉得是人生大学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小时。然后我告诉你，我们追求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如果你一直在跟我讲答案是多少 ，OK， 如果就评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你完全搭不上边。你完全搭不上边，这个不是我知不知道答案就可以，而是你要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你的那个过程，你的那个步骤，你写的软体的时候，你那个软体的，你写过软体吧？你总不能说我只告诉你最后一步嘛？那软体怎么，那电脑走不下去的，你必须要告诉我怎么走，怎么走。各位写过软体对吧？写过软体没 ？OK。然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这么多步，中间错了一步，电脑就马上宕机，说我走不下去，这个东西不对。如果你写过软体，更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好， 所以这使得我们在这个微积分课，我们只考计算题跟证明题，我们没有选择跟填充。OK， 然后什么叫证明题？就是已知求证，所以告诉已知就是我的条件。OK， 求证。所以我求证就是我的答案，所以呢，这时候你要给我答案也不用了，我根本跟你讲答案是什么，好吧？你告诉我怎么样从这里到这里，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要的结果，证明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你说我们还没有出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训练自己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出社会怎么会有断层呢 ？OK。这个证明过程在现实生活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好，保证你可以从这一步走到这一步。今天如果这是老板，我是卖手机的公司，营业额达到30，你的企业书就是一个证明。OK， 那就算是我们考计算题 ，OK， 那也不是一个答案，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证明题。你要告诉我你如何得到那个答案。如果你的答案对，你的过程通通不对，抱歉0分，因为我们的目标在解决问题的答案，不是答案。OK， 那计算题可能没有答案 ，OK， 所以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但那个答案只是一个假借，我要看的是你过程如何处理得到那个答案。所以如果你呢做了半天，最后一个时候答案不小心串错了，抱歉，如果这个题目是10分，你可以拿到9分，你错只是错在最后那个答案出错了。可是你的过程的确可以得到这个答案，只是答案算的时候算错了，有些时候人不小心晃神了，加的时候加错或干嘛。所以呢，但是如果你小心，那个答案就会是对。所以如果你是最后的时候答案错，比如说答案是1，你却给了1/2 ，OK， 那时候你的分数不是0分。如果你的过程真的是可行，那你会拿到9分。如果你答案是1，中间是乱扯胡说八道，那你拿到是0分。不会因为你那个答案对，然后你得到分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你要提供方法。如果你没有提供合适的方法，就这个观点来讲，那你拿不到分，跟你的答案正不正确没有关系。这个地方，请问各位同学听懂了没？懂。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不懂，你就拼命告诉我老师我的答案对，抱歉，我根本不要你的答案，就是你的答案错。对我来讲，我们根本不 care， 我们 care 的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你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个方法到底可行或不可行 ？OK， 所以呢，这个是为了将来你不管是从念研究所，或者说是你将来出社会面临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是往这一条路在走，不是停留在高中那个基本知识。如果今天你要停留在高中的基本知识，那是你的选择，我不会管。可是呢，但是呢，就这个层面来讲，事实上你 fail 了。OK， 我们休息一下。我必须讲一下那个从台湾人才培育我写的这篇文章，我希望你确实看一看，因为这个是目前大环境上的状况。你不希望你都不知道，然后你大学4年毕业了，硕士毕业了，然后到出社会你才知道社会对你的观感是这样，那时候你无法重来。OK，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环境是什么。那底下我要开始进入到真正微积分了哦。所以不过呢，就这个观点来看呢，你可以知道，如果你出社会，人家本来就是对心中的期待是
你提供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如果你还停留在高中追求答案的那个阶段，你说那个落差差多少？人家当然认为你不行啊。人家问你，这个东西怎么解决？我不知道因为呢，你都一直在关注，你告诉我答案，你告诉我答案吧。你都在追求，我不会做，你告诉我答案吧。OK， 然后你不是在训练自己怎么样解决问题啊？来，这个解法太复杂，你不要管，你只要告诉我一个方法吧，一个秘籍可以得到正确答案的方法就好。哦，那是高中答案，谁管你答案不答案？答案我本来就知道，还要你来告诉我啊？所以呢，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人家对你的期望是这样，从这里看这个，当然是无才呀。OK， 可是有多少人会告诉你，到大学的时候，人家要的是这个？所以 anyway， 我们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以那个，所以你在听课的时候，你不要听答案，你要听我如何得到那个答案，我怎么样得到那个答案。而事实上，在考证明题的时候，我本来就告诉你答案。OK。所以，就算你知道答案，你是不是已经这门课你就已经算听懂的教学？错，答案本来就人家会提供给你。问题是，你听到最后只说这个答案我知道啊，那请问你如何得到答案？那我不知道，那你就落空了。好，底下呢开始进入我这门课的怎么样的实施的状况，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刹那，其实大家一进到大学里头的时候，不管你过去成绩多好，你认为你数学有多好 ，OK， 你认为你怎么样 ，OK， 那你过去数学，我数学老师，我数学很不好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原因是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一个方向了。所以如果呢你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如果你没有往那条前进，大家现在都没有，不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没有，因为过去的训练跟这个地方完全就不搭调，所以大家都没有，大家要重新去培养一个如何学解决问题的方法。OK， 所以在这门课我会教你如何去学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在教你这个。OK， 那所以呢，然后呢，这个东西呢，过去。老师高中之前的训练并不是朝这个方向，所以大家重新要去调整。OK， 那你过去那一套念书方法是否能够？你过去那套念书方法帮你学到了基本知识？我为什么说知识？真的就是一个知识嘛？知识就是死的，等着被人家用的嘛，所以它本来就是在那里，已经是被用的东西。OK， 所以你只是知道有哪些知识可以用，所以你现在先学会知识。OK。然后，所以呢，过去你的学习方法是让你学会那些基本知识，你是在学知识。好，现在你的然后你把你过去那个学习方法是否适用于学习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不行，你赶快调整。等我再讲什么，不是你。突然变笨了，也不是说你的数学突然变不好，而是你过去的那个念书的方法念得通这个东西，未必适合这个东西，所以你就要调整一下你的念书方法。所以每一个新生在大一进来的面对微积分，第一个他需要调整，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调整他的念书方法。调整什么？调整那个念书方法，使得他呢能够顺利的从学习基本知识。然后呢，到可以学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这一套。如果不行，你调；如果可以，继续用。OK， 那如果可以，念得很辛苦，那是不是要稍微的转换一下，调整一下？那你自己要去看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调，或者你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你来跟我谈 ，OK， 我会跟你站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问题不去解决，那我没有办法 ，OK， 我只是告诉你，我们现在处理的问题不一样了。所以过去那一套念书方法，在过去可行，现在可不可行？如果不可行，你千万不要太失望。原因是因为追求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没有一招可以吃遍全天下的。OK， 所以呢，招式我总是要好多个招式。OK， 如果你只想要一招，那这个天下未免太容易的。抱歉，社会没有那么好混。OK， 那你或许需要调整。所以第一个，每个人进来大学的第一步就是做念书方法的调整。
OK，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觉得在那个上觉得我自己没用了，我干嘛怎么样，什么东西都不是，是这个东西太难吗？也不是，只是那个方法不对，要调整。OK， 那怎么样的方法是好方法？没问题，你别担心，我会在上课的时候告诉你。OK， 那你就要去发现，哎，这个方法我要学起来。所以总而言之呢，然后呢，你发现你的方法老师都没有在用，那也就是说你那一套思考方式大家可以抛了。大家可以抛了，因为那个是为基本知识而准备，不是为后面而准备。你自己在过程中你会有个比较，你看着办就对了。但是我跟你讲，你的第一个课题，如果这门课你大学想念得轻松，那第一个调整你的念书方法，使得它变成是一个适用的方法。如果你老是在用不适用，怎么念当然都不顺。OK， 所以第一个调整方法。那第二个是呢，因为大家一开始真的不习惯从追求答案到追求过程。我讲的是事实啊，你的过程对不对？当然更不可以了。你给我一个什么秘籍，尤其上补习班的，你就不用管那个原理啊，你就这样做，这个步骤一、步骤不能说，总而言之就会给你答案。那为什么这个步骤一、步骤别管它了嘛，记下来再说吧。OK， 错，抱歉，我们现在不做这个，我们要的是步骤一、步骤步骤四。你的答案对不对不重要。但是你的过程讲不清 ，OK， 完全不能适用，哇，那你惨了，你拿不到分。所以我们追求的目标真的已经是变成过程。所以过去你不在意的那个东西，现在我们很在意 ，OK？ 那显然大家都，所以大家一定不能适应。所以为了要让大家适应追求过程的东西，不要一下就跑到期中考，那大家都全垮。所以我会给你一个环境，让你慢慢的适应这个转换。所以呢，我给的让你适应的环境就是我一直给你不同的小考 ，OK， 然后一直逼着你 ，OK， 要去用那个要去，就是说逼着你要去多写，然后在这写的过程当中，所以我的原则是这样，所以呢，我每一个星期都会。演习课 ，by the way， 演习课，所以我现在进入了那个我这门课的那个，所以你任何有听不清楚的，你都要清楚，然后你要记下来。这个我们讲过之后就不会再讲了，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规矩都是在第一堂课讲完的。然后你自己不知道忘了，那你自己负责 ，OK， 那不会有人管你。我们演习课是在礼拜一。晚上。在这间教室，这间教室是20几？2001，晚上7点到9点。然后呢，演习课是干嘛？是帮你讨论习题的。因为呢，现在，它不是你知不知道答案，而是如何得到答案。所以各位同学可能有很多的过程不是很肯定是到底是对还不对或怎么样。所以谁跟你讨论习题？助教跟你讨论习题，在哪里讨论？在演习课讨论。所以演习课你要不要上？没有人管你，自动自发的。但是 ，OK， 它的前10分钟是我一定要你来的。所以呢，它呢。OK， 他的小考是在演习课的前10分钟 ，OK， 所以呢，那个如果你有事，你至少知道那考试已经在那里，那个一开始就规定你有事应该避开这个10分钟，10分钟后你有时候你不想听你自己走，那我不管你，因为你现在已经18岁了，你开始要学会独立自主了，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负责 ，OK， 如果你觉得你行，你不来上 ，that's fine， 但最后你被当，那也是 that's fine。那是你的决定啊，就是这样子啊。你到社会谁会管你说你要不要？我中间不要，然后没有谁要好是全包了。OK， 我中间不想努力，我最后呢我要赚大钱，好吧？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只能说我做不到。
OK， 所以呢，每一次小考考10分钟，如果你迟到，不会有人管你。就像你联考，你迟到，没有人会去管你。就像你去公司应征，我迟到，请你再给我10分钟，没有人管你。我们采取的是，你一定要自己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总而言之，就是只考10分钟，你迟到你自己负责。好，时间一到10分钟，他就收了。然后呢？一次只考一题，一题只考10分钟。那因为只有一题，所以我们的满分是10分。那然后呢，他考的是接近习题，所以这个考试对我来讲，我觉得相对方向是容易预测，也就是他只考这个礼拜勾的习题。好，我这礼拜勾多少习题？我从里头挑一个比较类似的题目，我觉得比较合适。它绝对不会是最难，但也不可能是最简单。一般中等的，你有做过习题，应该都可以用的。所以这个东西是鼓励学生，如果你普通有在认真，你基本上拿得到这个分数，除非你不要它，那是你的选择，我也不会管。我觉得 that's fine，OK。但是你拿不到这个分数，那也是 that's fine。好，那。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没有听清楚的？因为规定蛮多的 ，OK， 有一点复杂，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偏向习题，只考习题的范围，每个礼拜的范围，所以是小范围，然后基本上考中等程度，但是我不保证一定跟习题完全一样 ，OK， 它可能稍微改一下或干嘛，但是如果你这个习题有，就基本上你拿得到分。最后我们会平均，然后每个礼拜都考，每个礼拜都考 ，OK， 所以你做了多少练习，所以这个是基本的平时分数，最后我们有个平均。平均之后呢，最多只有10分，但是小考分数我是占100分的，所以事后我们还会再把它乘以10就对了 ，OK， 使得你的满分就变成是100分。所以最后我有个平均小考，然后当然我会乘10倍。OK， 这个平均小考占所有学期成绩里头的20%。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用功型的，你大致上 OK 你大概就可以拿到个70-80分没问题。OK， 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不爱念书的 ，OK， 那你这个分数就比较低，所以它占20%。然后我有2次期中考，期中所以期中一占20%，然后呢还有期中2，这是期中考2。占30%，那这个都是满分，都是100分。然后期末考占30%。好，然后所以20、20、30、30，那最后就是100分，所以总共是100分。然后期中呢，跟期末大致跟期末，换句话说，我们大考实际上就是3次。可是如果呢，我今天不给你小考，你适应不良，因为过去不是这样的学习方式，一上跳到大考，我觉得很多人都垮。所以在大考之前，你必须要慢慢去适应。所以我给你的环境就是，OK， 我一直让你去朝那条方向走。所以我每个礼拜小考一定考，所以总共有100分。然后呢，还不够，这样的考试不够，所以我还有上课小考。OK， 上课小考是我针对你演习课小考做得好不好，然后我大概知道你怎么样，然后我发现如果你学偏了，没有进入状况，然后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再帮你调整。所以上课小考呢，它可以1个礼拜2次，礼拜2考，礼拜5也考，取决于你们的状况。OK， 如果好可能就有1次，如果不好的可能就有2次。基本上原则上应该是每个礼拜应该会有1次，它也是一次只考1题，然后也一定，我如果要考，我就一定在上课考的前10分钟考。所以如果你迟到，我也不会管你。OK， 你要不要来上课，我也不会管你。Anyway， 就是前10分钟来。那这个东西呢，10分，最后呢，我有一个平均。那它呢，考哪个范围？它大致上考上一次考过的上堂课讲的东西。所以它比较倾向于那个上课的题材
OK， 比如说我可能考的是上堂课我讲了什么东西，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因为你只考一题，根本重要的东西很多，你根本顾不到，所以呢，我可能会认为那个东西你比较重要，所以我可能会出来出，所以比较偏向于到今天为止之前上堂课的那个题材里头 ，OK， 它有哪些题目你吸收了没有？你吸收的话，应该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小题目。那它的所以我的小考平均会有很多次，取决于你们的状况 ，OK。然后呢，最后有一个平均，我乘以这个是10分，我乘以15%，那这个是加分的 ，OK。所以最后你的成绩呢，会是这100分再加上这个乘以15分，这是加分的。上课小考的分数是10分，那我直接乘以15，也就是说就变成是15分，直接就加到你的学习成绩 ，OK， 所以它就是你真的你最后算出来，如果你是，我去年教工科系，他们有人拿10几分，所以换句话说，他平均最后乘以15%，乘以1.5倍，写错了，乘以1.5倍。OK， 所以他们拿了十几分，12分。比如说你拿了10分，那换句话说，你的考试只要几分？50分就好。哎，你说，这个东西应该很好过。事实上，我不知道，我个人觉得应该很好过，因为你加分的加了这么多，你的作业分数，这是作业分数，又占了20%。OK， 这是属于作业的部分。真正考试的地方，大考只有这3次。OK， 那为什么我这是20、30跟30？是因为第一次绝大多数人抓不住方向，所以第一次期中考如果占的比例高，你的分数相对就被它拉下去。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还没有适应好 ，OK， 所以呢，其实谁优呢？优在哪里？你的资质好不好？其实不是你高中数学好不好，是你适应环境的能力快不快？每个人都要做调整，所有的人不是只有你，所以你也不用在那边，哎呀，反正大家都一样 ，OK， 也不是只有数学系这一班 ，OK， 是全台湾的大学都是这样，只不过是有没有人要求你要适应的快跟慢，还是等你出社会都还没有适应完，然后到时候有你的人生你自己再去负责 ，OK， 那这个教育就失去它的主要的目标了，但是后果是你承受的 ，OK， 所以 anyway， 这个再乘以1.5倍，所以这是加分。然后呢，我告诉你，上课小考是我自己帮你改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考卷我都看过，你的状况我非常了解。一个学期下来，我看过你至少12次的小考。所以呢，当你看到那考卷你拿到0分，不是无的放矢，你应该去看看老师怎么改，老师为什么挑剔我错。好，然后呢，这个地方为什么10分我只有拿到7分？这个3分为什么不见了？在哪里不见？你自己看看你哪里出错。然后呢，上课的小考跟作业比较无关 ，OK？ 所以呢，这个上课小考的题目的题型跟期中考跟期末考有极大相关性。你不会是被我考小考习题吧？不可能。所以呢，离开了习题，你做了习题之后，老师会考我怎么样的题目？那我有没有机会去先见识到呢？有，上课小考。OK， 所以上课小考事实上是3次段考的先锋战。OK， 所以如果你上课小考考的都很烂 ，OK， 然后呢，演习课小考考得很好，那你还是有很大的危机。OK， 那表示不太对头。你是在背习题吗？还是怎么样？否则为什么？如果你真的会的话，照理说你习题会做，变化题也应该会做啊。OK， 所以 anyway，OK， 我觉得上课小考考不好的同学，你心中要有非常大的警讯，那表示你的学习一定要调整，绝对不是开玩笑。OK， 我上学年的经验是，有好多人上课小考一开始前4次都拿0分。有几个，10个大概有。好，如果你的学习方法不对，就是会一直造成这样的原因。因为人家要你的过程，你一直在给我结果，一直在上课的时候还在听结果，那你当然是文不对题嘛。你不是0分，还会是几分呢？我如果给你10分，那才叫做害你呢。
所以呢，上课小考是一个我觉得充分显示你到底有没有适应环境，有没有调整念书方法，有没有注意到老师要你学什么，有没有调整它。如果没有，那你注意看一下。还有你的写，你认为对，我有在朝着解决问题方法前进，可是你可能写的都不对，因为你过去没有经验。OK， 那个方法是不是合适？你觉得很合适，可是我们一看发现，哇，你这个好像不太妙，不太合适。OK， 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你自己看不到，所以在这个前哨站的时候呢，就帮你先自动调整了。所以那些考卷都是我看的，也就是说，很少出错。也就是说，你如果被挑错，那就是错了。你应该赶快去想我为什么错。OK， 不要想办法要回来说服我说老师我没错，好吧？很多同学就是卡在那里，他老是认为他没错，所以浪费很多时间在那个纠结上。OK， 那你反而不会去注意说，为什么你不先假设你错了呢 ？OK， 如果你对，那当然你也不用调整了。可是这个东西过去都没有接触过，你怎么能肯定你对呢 ？OK， 所以你如果先假设你错了，你就会发现你节省了很多时间。那我错了就要赶快去想我哪里错啊。如果你觉得你对，好啊，你来跟我谈论10分钟，都是在讨论你觉得你对，你要说服我说你对。那10分钟已经过去了，然后呢？我要再花10分钟说跟你证明你不对，然后我再花10分钟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前后下来30分钟，浪费时间。好，然后呢，上课的演习课的小考呢，事实上呢，那个助教会先跟我讨论过正确的解法是怎么样，那他的评分标准都是跟我讨论过，所以他的评分方式跟我的评分方式是一样，他代表了我，所以呢，我们两个的标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那个解法，他那个评分标准，事实上是跟我讨论过 ，OK， 给我看过，跟我讨论过，然后我觉得不合适的地方也都通通修改了，所以他改错的几率也就很小。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在这边地方的时候，你的分数呢又错了，我还是建议你先假设你自己不对，去想想你错在哪里。OK， 也就是说呢，我提供的很多，基本上演习课小考那个一定是他助教不会乱改，他是非常严格，他跟我是同样标准 ，OK， 所以他不是乱改 ，OK， 所以呢，你有2次，至少有2次去看看你写的东西对不对啊？不对的时候不对在哪里，你自己赶快的纠正过来 ，OK， 然后你发现你考了好多次都0分了 ，OK。这时候你开始应该想想你的方法不太对了，你的念书方法可能不适应了，不对，好像学不到这里，你要开始调整。如果你不知道，来跟我谈，你千万不要说没有啦，没有问题啦，只是一时考不好，好，你就一直拖到期中考，期中考也考坏了。那时候呢，你要再调整的时候，哇，我觉得那蛮慢的。我觉得最优的人是在一开学的前1个月调整好你的念书方法。OK， 次优是到了2个月了的时候。最差的状况是到学期末已经快4个月，你才知道啊，我念书方法不对。学期都要过了，你要老师怎么办？没办法了。所以 anyway， 这个总而言之呢，我会帮你检验你到底行不行。可是呢，我给你这个环境，你要不要把握？那我没办法，选择权在你这里。OK， 所以如果你在中间过程有任何的状况，你随时来跟我讨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没有经验。OK， 所以本来就需要讨论。OK， 那你自己来找我，因为我不会知道谁有困扰，谁没有困扰，只有你自己来跟我讲。我也不知道，我虽然一直改一个，可是我人跟名字记不下来。所以 anyway， 这个是我自己改的，所以我有在关心你到底做得怎么样。演习课那个也相当于是我自己帮你看，只是呢我没办法改那么多，所以由助教来帮你改。By the way， 我们这个演习课暂且不分班，因为这个助教我认为很好，所以他上演习课呢，他不会帮你们教错，他不会给你错误的解题方法。OK， 然后他会知道呢老师要求什么，所以他会呢强调 OK， 不是只是正确性与否，而是如何得到一个方法。这个助教呢，他只能帮我半年，他半年后就毕业了，所以我目前为止。我总共有3个助教，另外2个助教先从改演习课小考开始 ，OK， 从他跟我评分的时候，我慢慢去把它先调整成
我知道他写出来证明是我所要的，是正确的，不会是出错的，不会你们看了之后错误之后又写出错误来。所以上学期我不分班，我下学期才会分班。OK， 所以我的目前的那个方案是这样。所以所有的考试，不管是演习课小考也好，上课小考也好，都是在上课的前10分钟考的。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赶快问，如果没有听清楚的也赶快问，没有听懂的也赶快问。OK。好。助教是谁？助教陈颖红，你不会知道的啦，拜托好不好？那个我的办公室在527 3楼，5楼，我的那个。然后我的电话是那个校内电话是33037，我基本上都会在办公室。但因为我上学期有3门课，所以除了上课之后，我一般都会在。如果你要来找我谈论事情或干嘛，你可以先打电话来看看我在不在。如果你本来就在数学馆，那无所谓，你就跑上去看我在不在。Anyway， 你不选那个，我基本上你只要找到我，你都可以来跟我讨论问题。OK， 那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谁有怎么样的问题，虽然我会尽量帮助你，因为我知道这个适应过程很困难，改变是很辛苦的事情。可是我尝试给你一个环境，可是我没有办法逼你去做。那你要什么时候做 ？OK， 你要等啊，我先玩1个月，反正高中老师跟我讲大学玩4年，很抱歉啊，我觉得大学才是人生开始学习念书的时候。因为它的标准真的不一样 ，OK， 事实上反而是要花很多时间再去适应念书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很想玩，反而是其实跟实际上的状况是有一点差异。但我不认为念书应该花你很多时间，是你会不会念。所以学习正确念书方法，事实上是你的当务之急，你才有办法好好的玩。那怎么样的念书方法是对的？我会在上课上展示给你看，因为这东西无法用言语讲。OK， 我直接带你去看怎么样，这个题材我要怎么吸收。但是我希望你跟我配合，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希望你念书方法好，然后上课就念完书，回去只要做习题，其他时间你就去玩。OK， 如果你上课都没有学起来，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上课的时候，你们学东西好像不是透过上课。你们上课就是念完书了吗？还是说你们是到补习班再去念？所以事实上你们的学习方式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听到就学会。OK， 这就会使得你根本没办法，因为一个东西你要练好多次。那你有几科？我有4科。那每个都要练好多次，3次，你总共要练12次，好吧？剩下还有时间去玩。如果你每科都在上课就念完，那剩下时间你就知道做习题就好了。所以那问题在于念书方法，真的是在于念书方法。所以不是念书花很多时间，是你的念书方法不入流。OK， 所以使得你这么辛苦。所以怎么样的念书方法入流呢？好吧，你来上我的课，你自己看，我在课堂上展示给你看，这无法一言以蔽之。OK， 否则呢就不会有人念书念得那么辛苦。OK， 然后我基本上会带你们1年。那1年不太够，但是 anyway， 至少你大概能够入股4、5分吧，剩下的部分你自己再去把它完备。但是至少你会知道怎么样念书、听说读写是一起来的。Anyway， 我在课堂上再讲。还有一个，好，这个是分数的部分，然后再来是那个什么上课的规定。By the way， 我上课的规定是，你第1堂课一定要先帮我擦黑板。OK， 你们高中是每堂课都要擦，我只要求你第1堂课给我擦。那个中间休息那堂课你不用管，我自己会擦，因为有些时候我有一些东西可能我要，可是呢我来上课第1堂你要帮我擦，所以如果说你看到黑板没有擦，每个人没有擦过的总共这边我大概超过100个人，你一个学期帮我擦1次大概也都还够，所以如果今天这黑板没有擦，你还没有擦过，你就上来帮我擦一擦。然后这是第1点，第2点是上课不准吃东西喝饮料 ，OK， 你来这边就是要认真念书的。OK， 然后还有什么？好像应该只有什么？因为你没有时间，我可以跟你讲，你没有时间。OK，
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还能够边游在那个学习，因为你的目标是在上课学东西，不是上课吃东西，不是在那边悠闲。你一悠闲，那我问你什么时候念？你一定要再找额外的时间去念。你在念书的时候还会一边喝水一边念书吗？真的你在念书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不可能。OK， 所以何不把上课就当成你就是在念书的时候，所以你怎么能够念书喝水呢？如果你念书喝水，我吃东西喝饮料，那我不觉得你那时候是在念书，那你一定要再念第2遍、第3遍，那你的人生哇，我哪有时间念书呢 ？OK，Anyway， 所以我不允许上课吃东西，至少不会有人来说，你们在吃鸡腿干嘛的 ？OK， 我没有这个困扰，反正大家都不能吃。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规定是，因为我改了太多的人，所以我的所有小考的分数，尤其是那个上课分数是我自己登记的，所以我们的规定是，你一定要写学号，一定要写名字。学号是让我容易在电脑登记的时候找到你的位置，名字是我不会把这个学号跟那个学号弄错，所以小考不管你是演习课小考还是上课小考，都要写学号名字。如果你没有写，OK， 抱歉，0分计算，我不会再帮你补登的，因为我工作量太多，我一个礼拜有那么如果2次100，至少我觉得我这门课超过100个，所以我没有那个时间再跟你说我这个忘了写，你再回去帮我补登，我下次再来，我太多了 ，OK， 所以规定所有的考试名字学号，你如果没写0分计算，我不补登了，你自己要那个，还有是因为太多人了 ，OK， 所以呢。对眼睛的负担真的很大，所有的考试一律用原子笔书写，因为有些人的铅笔那么的淡 ，OK， 那太难改了，原子笔书写，这是个规定，如果你忘了 ，OK， 那就是扣5分，就是扣那个一次的5分。不再另外通知就是扣5分，因为你增加我的业务负担，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规定。所以你自己记得，我在一开始可能会提醒你几次，以后我就不提醒了，因为你已经18岁了，好吧？那应该就是这个，我想我的规定就是这样。那个不准吃通行饮料，那我就不要写在黑板，这是跟考试有关的。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我所有规定都讲完了。OK， 剩下你有什么问题，在这时候请大家 OK 问，或者说你在学上你有什么问题，也请大家问。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刚刚没有听清楚的也都请问。这些规定一开始就讲完，以后大家就不会再讲了。OK， 请。我会建议你在上课之前就赶快去上厕所，除非你那天突然喝了很多东西 ，OK， 因为你一没听到，其实你已经很难再往下听了，你就已经做不到上课念书了，你就必须回家再去问同学老师刚才讲了什么你后面的整个东西都错掉了。OK， 所以然后呢，你可以说考试考到一半说老师我要出去上厕所，其实也可以，但是人家要陪着你，可是基本上你不会做这个事，因为你知道消耗掉的是你的时间。所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在上课前就先去上洗手间呢？然后你走来走去，你看这么密集，其实你要出来上厕所，你觉得你怎么样？你要跨过那几个人，也这上那上那都要停下来，都没有办法做事，你打扰到很多人进来的时候又一次，对吧？所以这个座位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尽量都以别人的学习那个，所以尽量不要。我觉得我很高兴你提出来，那个尽量不要，因为中间那个如果是中间那排你出来，你看怎么出啊？你要横跨多少个人，真的是超级麻烦的，好吧？所以尽量的不要。第一个是影响到你自己，你就基本上没办法衔接。第二个是旁边的人也在那上被你捣乱，那好不容易进入到你进来的时候又一次。总而言之，尽可能的不要。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没有想到，搞不好你一讲我又想起来了。好吧，没有，我想起来我再随时补充。Anyway， 好。
然后呢，刚刚那个建模里头那个口语数学化那个部分，我跟你讲，你会在我这门课 ，OK， 不花功夫就学到，因为你会发现这本来就是我课程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能力是随着课程你就会有的，你看着就知道。OK， 现在多讲无益，但是数学那个口语数学化本来就是它里头的很根本的一部分。